感谢。好，就不是，就开始了吗 ？OK， 欢迎大家收看我们新一期的哭哭聊，我是 MC 小侯。Hello， 大家好，我是 MC 拉姆。那今天呢，我们也是再一次的请到了我们的好朋友小牛和小庄，欢迎。Hello， 大家好，我是小牛。小庄，欢迎，欢迎，欢迎。哎，今天我们为什么又把他们请过来？为什么呢？其实我觉得因为我们档期有抄袭我的话术，比较抄袭。因为就是我们平时待在一起嘛，不是经常一起约饭呐、什么的，然后这期刚好说聊一聊关于美食相关的。对哦，感觉你们很有经验呀。哦，所以就把你们请过来了。确实，因为感觉我们平时一起吃饭约饭的话，大家的口味什么的都不太一样，就是对于美食的看法可能也不是很一样。而且我们是来自4个地区的，代表了4种，是的，完全不一样。确实，山东，我们有从北到南的。安徽，但你是最远的。对啊，我是西南。那就是先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家乡的特色美食吧。就是以什么口味著称呢？就是你们家乡，就有没有特点啊？我觉得鲁菜没有一个很特别的说就是什么口味，我觉得鲁菜就是很多，很杂。代表性美食有没有？白菜豆腐水。那庄明如嘞？是白菜和豆腐、还要详细介绍啊。这个其实我没有深究过，但是我们一般会吃白菜炖豆腐的是吗？对，就是白菜炖豆腐，超级美味。而且我们那儿豆腐不是那种，就不是平时我们会吃到那种。我觉得我们那儿那个应该叫什么卤水豆腐吗？就吃起来的味道跟平时吃的豆腐味道不一样，比较硬一点。应该是，但是反正味道不一样。然后济南的话，就是会有那个把子肉，很有名，把子肉好吃，把子肉，很美味的把子肉，美味把子肉。小庄嘞，你们家那边有什么？我们那边也是海鲜啊。你家不是东北的吗？哦，我也很多的家，也很多家，你们四海为家。四海。对，其实连云港，我先说一下连云港的嘛。连云港也是靠海，海鲜是肯定都有的。但我们连云港还有个很出名的美食叫豆丹。豆丹？对，是一种虫子，大虫子，大虫子，大虫子。之前去那个东北那期吃过，好像你们家有做。那个不是蚕蛹吗？2个东西，宝宝。那我在豆丹是一个绿，你在我们家吃过。豆丹是一个绿色的，然后它是吃，虫子外面的那层皮啊！我听着我就觉得有点。但是如果我不跟你们说，你们不知道那是虫子的。就是它长得不吓人吗？就是它做出来的时候只有皮，就是你们不知道那是个虫子的。对，就是他们是那种绿色的那种虫子，然后做法确实挺恶心的，然后用那个擀面杖把里面的都挤出去，酱汁都挤掉，然后只留外面那层皮。对，外面那层皮。我知道，你知道我很爱脑补的，我现在脑子里已经开始脑补。但是它传说中非常好吃，你吃过吗？那我为什么要说传说中呢？哦，你觉得对，就是我没吃过，主要是我也不太敢吃。那个东西其实就是一个美味蛋白质，确实，他们都说很好吃。我觉得还行。他吃过，我有异食癖，好可怕，开玩笑。看得出。然后东北的，其实我觉得东北太多了，对，都很好吃，什么。酸菜炖粉条，锅包肉，对锅包肉，还有那个雪棉豆沙，对，还有冻梨，对，那个叫什么？就是那个茄子、土豆一起。地三鲜 ，I like 地三鲜 ，I like too， I like 东北很多好吃的。但我上次吃的最美味的地三鲜是在南京吃的。因为上次东北，因为我没去过东北。对啊，对，你没去东北，真的很遗憾，我们吃了很多好吃的，太好吃了，好吧？对，确实很美味。那我将介绍一下我家那边的美食。臭鳜鱼有人吃过吗？臭鳜鱼我听说过，我也没吃过。只吃过松鼠鳜鱼，那不是我们的，那是江淮菜。我们臭鳜鱼是什么？有臭鳜鱼，就是好像是以前的人就是发现鳜鱼臭了，但是把它变成另一种做法，让它发酵也能变得非常美味。但是我没有吃过。但是我们那边还有一道非常美味的食物叫板栗烧鸡。板栗听过，我昨天刚吃。还有毛豆烧鸡也很好吃，都是我非常爱的食物。你在哪里吃的啊？在哪儿吃？我们在高铁站吃的。你觉得正宗吗？
我甚至都不敢说那是我们家的特色食物，只是我经常吃，我就把它归为我家的那边的特色食物。哦可以算是你印象中的吧。对对对，嗯，那拉姆嘞？哎呀，那说到四川，那肯定很多美食很多火锅啊。对对，那当然，那必须的嘛。火锅对很对啊，出其实名但是我每次，因为我就是上大学之后我就很少回去嘛，回去的机会很少。然后我现在每次回去，我一到成都，我必吃的一个东西就是串串香，哦串串，好香。哎，但是我就好奇啊，嗯，就这种串串香和火锅，这算是特色，就是四川特色食物，还是说只是那边做的比较出名呢？你懂我的什么意思吗？我懂，我我感觉是懂来源于啊川渝。啊对啊，也是来源于川渝。而且就哦是四川和重庆的口味其实不太偏辣一样。不太我记得你之前一样吗？我对以为不太一样吗？我以为都是就是爱吃辣。稍微有一点点区别，就是重哦庆它会更麻辣一点，但是四哦川会更香辣一点。哦，而且我记得你之前给我科普过火锅的来源，什么？是你给我科普的吗？哎，我怎么不记得啊这，那就段不是你给我科普的，那你知道火锅的来源吗？我看到过，我曾经就是在哪个地方看在到，我忘了。就在之前他们可啊，能就是那个古时食物候的时候，短缺，对对对，然后他们可能就会就有什么就煮什么。对，就是哦把不是一些那不是东北大锅炖的来源吗动物内脏啊，就是这种嗯平时比较难处理的食物，他们就放到锅里，然后倒点煮辣的食物，对对让它对去腥，然后就形成了对火锅。对啊，那不是东北大锅炖？怎么什么好东西都要抢走啊？但是其实我觉得四川有很多很多很好吃的东西，就是啊家常菜，就是那个回锅肉啊，然后就是包括什么青椒肉丝，各种各种我都觉得很好吃。嗯，嗯确实。特别香，但是如果要说就是因为我真正的家乡是在川西嘛，那嗯如果要说到这种民族特色的美食，我从小到大吃的就是其实有点偏面食，是我妈妈她自己会用擀面杖，就是擀了之后切这么一长长条的那种面。然后就这么粗吧，然后里面会放嗯土豆呀、腊肉呀、酸菜这种，超好吃。嗯，有机会我可以给你们做啊，我可妈妈以我妈妈可以刚把我教会了。可以，对，但就是擀面有点难。是，就是刚刚聊了这么多美食，其实大家已经知道了，我们这一期的主题就是对和美食相关。对，太棒了。是的，然后我前两天说到美食，我前两天和拉姆一起去逛超市，然后我们当时在那个货架上，拉姆的购物欲特别强，他就是这个蔬菜也要拿一点，那个水果也要拿一点，然后我在那边看，然后我就逛到零食区，然后我看到那些零食，我真的是不为所动。如果放在小时候的我，我真的是。啊！我甚至手狂抓够着我都要真的去抓那些零食，但是长大之后，我发现那些零食对我的吸引力好像没有那么大了，反而长大之后对于零食的那种偏爱会减少。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确实现象？我感觉现在大家都更偏向于健康一点的食物，就是当长大了之后，小时候就很爱吃什么那种类似于现在说的垃圾食品。嗯哼，哦，就是身上有1块钱，有五毛钱，就马上就拿去买那种辣条吃。对对对，我说到这个，我其实就是我现在更热衷于那种就是散袋儿的食物，就是真的吗？称斤的那种。就是一小个一小，方便你嗯吃的。就像我哦以前小时候我懂了会吃那种薯片，不是一袋儿一袋儿的吗？那啊，种。现在出但我现在可小包了。能更喜欢吃那种脆香米的一块儿一块儿的那种，就独立包装的那种感觉，就那个巧克力哦，就哦独立包装分量很少对对对然后很一次性可以不容易浪费吃完。对对对。对然后对其实我以前小时候很喜欢吃薯片的，但现在感觉好像就是差点意思了。嗯，现在我更喜欢吃那些鸡翅，那喜欢个吃肉，现在对，那种鸡翅啊，那种小分装。我觉得，哎，小牛呢？就是你对零食吗？对你小时候喜欢吃零食吗我？小时候不爱吃零食，而我小时候也不爱吃糖，也不爱吃零食。我喜欢吃零食，你反而是我爱吃大米饭长大之后，对我小时候就是爱吃家常菜，爱吃主食。然后我喜欢吃零食，就是长大以后，就是哇上大学之后吧，才开始慢慢开始喜欢吃零食，但是现在正在努力戒掉。哦，嗯我以为就是很多人都会跟我一样，就是小时候特别喜欢吃零食，长大时候慢慢不喜欢吃零食。我个人把它理解成是因为我们那个成长之后代谢可能会变得比较慢，然后重油重盐的那种食物可能现在难以消化，或者是难以
把它处理好，所以可能对于这种为身体健康着想。对，也有为身体健康考虑的一哦方面了。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有这种感受。我现是在你你说，说你说，你是嘉宾，你说。好吧，那嘉宾先说。就我现在喜欢就长大以后喜欢吃零食，我觉得更多的是因为就是人有的时候心情有一点郁闷或者低压力落的时候，你需要嘴巴里嚼点东西，然后我就开始喜欢就是吃零食啊什么的。一种解压的哦方式，对对，一种解压的方式，倒不是你是因为说很美味，当然美味也是一个原因，但主要原因还是因为心理压力有点大，然后就喜欢吃东西来解压。感觉现在好像很多年轻人都会有犯这种，猪瘾。对，也可以这样说吧，都会有这种情我况。最近有，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最近我就是很饿很馋，我刚吃完饭，可能过1-2个小时不到，我就又想吃东西，消化好、吸收好，身体倍儿棒。很奇怪，但是我之前不会这样子，这2天很奇怪，我不知道为什么，是换季吗？有可能那个贴秋膘，有可能。但是我想说的是，我小时候就是我从小到大啊，一直以现在还在继续延续下去的一个美食爱好就是辣条。少了什么都绝对不可能少了辣条。我觉得辣就是刻在我骨子里的一个东西，确实，没有辣我活不了。我可以戒糖，但是我不能戒辣，也不能戒油腻。哎，但是我现在就是有一种感觉，就是你看在我们小的时候，就大家的印象里，爷爷吃那种桃酥，然后我们会觉得太难吃了，不好吃什么的。然后但是我你长大之后会爱上。对对对对，我也是，我以前不懂很喜欢吃桃酥的。我也是，我现在超爱吃桃酥。我以前不懂桃酥的人有难了，嗤之以鼻。但是现在真的很爱吃，我觉得桃酥现在好美味啊，美味桃酥。但其实还有一个比较，就是我还是不喜欢吃5仁的月饼。我也不爱吃5仁的。你呢？我就不怎么，我从小到大都不怎么爱吃月饼啊。我小时候不爱吃，我长大超爱吃。因为我本人就是一个非常挑食的人啊。确实就是，但是我从小到大就是那种味道的改变。确实，小时候一点都不喜欢吃桃酥，现在我觉得桃酥配个热牛奶太美味了。我这样吃过，就是咬一口桃酥，然后喝一口牛奶在嘴巴里，就是太美味了。但是我小时候就不，所以可能大人也没有办法理解小孩子为什么喜欢吃那些零食，或者是小孩子也没有办法理解大人为什么喜欢吃那些零食。有可能，就是可能随着我们年纪的改变，我们身体结构发生一些变化，我们的口味就是会发生一些变化。也有可能是因为我们比如说搬去了某一个地区。就是我们的口味会随着这些地区而发生变化。我真有，你真有，因为我大学不是在上海上的嘛，然后包括就是江浙沪这边，它可能口味比较偏清淡一点。我以前很能吃辣的，我以前在那个四川的时候，后来上大学，然后有一次回家了，然后家里弄那吃的，我说爸，这个好辣呀。他说辣吗？没感觉啊。曾经的麻辣女王。好吧，可能我的口味真的有一点受影响，陨落了。你的吃辣的程度可能转移到了庄明如身上。他现在越来越能吃辣。我最近很能吃辣哦。对，确实，江苏这边地区可能偏清淡一点，还偏甜口。对，尤其像我会喜欢吃甜口一点的东西。这辣的我会受不了。但是现在能慢慢接受，慢慢接受，很下饭啊。真的很下饭。我是一直都很能吃辣，但是我觉得口味确实会有改变。就小的时候不爱吃海鲜，长大以后超爱吃海鲜，很爱吃螃蟹啊什么的。我一直都很爱吃螃蟹，因为你长在那边啊。对，螃蟹很好吃。那就是小牛除外了。那我们几个对于这种零食的越来越不感兴趣，你们会归结在什么原因呢？或者说是我们不喜欢吃零食代表着我们失去童真的吗？或者是我们没有以前那么快乐了吗？我觉得，因为我觉得其实饱腹欲是一个最基础的一个欲望，小孩子因为饱腹欲而就可以获得快乐。那我们长大之后不喜欢吃这些零食，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对于这种最基础的快乐已经很难满足我们了？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失去了一些童真呢？我觉得是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你会就是
见识到更多的事情，然后可能能够满足你心里就是快乐的这一部分的东西会变多。就比如说你小时候嘛，你就只知道有这些辣条可以吃，然后你就会觉得吃着很开心很快乐。但是你长大了之后，比如说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我听一首歌，我唱一首歌，我就会觉得很开心了，就不需要说非得要去吃一个零食。我觉得是这个快乐来源更加的多样化了。对，我也是拉姆这样想的，就是我们的获得快乐的种类多了，我们不单单要求这个零食了，就是比如说我们小时候就是你妈妈不给你玩手机，然后你会去想吃零食，然后你妈妈可能不给你吃零食，你可能会再去想点别的事情，但你后来随着长大之后，你零食可以不管你了，然后你玩游戏也可以妈妈也不管你，所以可能你就会不那么想吃零食了。确实，哎，那小牛，你小时候不喜欢吃零食，是因为家长不让你吃零食吗？不是，我爸妈倒不太会管我吃，我感觉反而可能就是因为没有人约束你一定要不能这么做，反而我好像没有什么一定要这样做的想法和冲动了。对，就是据我所知，很多家长都会明令禁止小朋友，你说不要吃辣条这种不健康的食物不好，反而有些小朋友就偷偷揣着零花钱，对，是这样的。小卖部，这就是我呀，就是你呀。对，因为我奶奶就是经常跟我说，她说你不要拿点钱你就去买那个辣条吃，她说那辣条对身体多不好呀。然后她说你买点水果吃不好吗？就经常这样说我。我爸妈一直小时候说不可以玩手机，我反而就会疯狂偷着玩。对，是这样的，逆反心，很逆反。对，确实反驳型人格。不是，说到这个，我真的突然想说一个那个题外话，就那小时候就妈妈明令禁止玩手机，然后但是你放学回到家，妈妈是有一个就是就是给我的指令是你洗漱啊，包括什么的时候是可以玩手机的。然后我小时候每次拉屎都会拉1个小时以上，故意拖延这些时间。对，然后可以多玩会儿手机，多刷会儿手机。然后我妈说你怎么拉这么长时间？我说我还没拉完。你说有点闹肚子，这个应该很容易被看穿吧？其实小孩子的很多行为和表情，其实大人一眼就看出来了。我觉得是这样的。现在慢慢就发现了，就很经典的就是当你当老师了之后，你就会发现，在讲台上你真的能看清楚学生到底在想干什么。确实是一个道理。就是之前我们一起合租的时候，当时看拉姆吃东西，有时候吃的特别像，就特别香，就感觉在看吃播一样。真的吗？对，然后我就每次我看他想吃东西，我其实当时不是特别饿，然后我就特别想吃东西，所以我觉得有时候真的会被这种吃播的人所感染到。你们有没有看过那种吃的非常香或者超爱看？而且我喜欢吃饭，虽然我自己个人不吧唧嘴，但我很喜欢吃播吧唧嘴。很香，就是他嘴里吃到的声音，而且要我们这种 ASMR。就它很神奇，而且但我不，其实我不怎么爱看吃播，但是如果吃些奇奇古怪的东西，我愿意看一看。你也有异食癖呀？我不愿意，但是他如果他们吃些奇奇古怪的东西，我会愿意看。就我前2天看他们吃那个鱼。鲱鱼罐头，你家到现在没吃？你们家冰箱呢？鲱鱼罐头，好可怕！我说那个下边那个洞里边有一条鱼，那鱼放梆硬，就可以把它改成做臭鳜鱼。它那个鱼就是那种那叫什么辣鲱鱼，不是风干的，反正就是辣鱼然后但是它又有点那个油汁儿，你知道吗？我看那个吃播就先吃皮，再吃肉，后面那个再吃里面内脏，哇，吃的好香。然后尤其是他们吃那种博士的表情，因为他不爱吃鱼，尤其是他们吃那种脆的时候更好吃了，就吃那种醉蟹。醉蟹我这种是正常食物啊，这个不算奇葩食物啊。就是还有一些就是你不知道什么名字的水果，就都没有办法，然后他们在那一咬就满嘴爆汁。对，现在吃播你们有没有刷到过？就是他那个就是也做 ASMR， 但是他就是吃完一口之后是拉丝的。对。然后他要喷水，然后再吃。那是什么？那是什么？他们还要蘸一个蓝色的东西。对，那是什么啊？他们甚至还穿着古装是吧？对，然后说妹妹你别说。我知道了，我又知道了。对，我也很爱看那个。
很好吃。然后吃着吃着开始化妆了。对，然后他们这应该是为了卖货吧？对，是的，是的，是的。哎，说到卖货，我们也可以卖货。但是我感觉他们吃的好香，超香，超香，而且他们吃的很快。对，他还会叫我们各位小主，他吃很多。对，这是我真的没有办法想象。就是他能吃那么多哦！我看到一个很疯狂的那个吃播，是那个一个男孩是健身的，然后他是怎么吃饭的？就是这么大一盆白米饭，其实很正常，在吃播界里面就那大胃王米饭仙人，就是对。我们学校有出过这样，但他你知道加的是什么吗？肌酸，我也看过。他说那个什么舒服是留给什么什么的，对，让大脑知道谁是身体的主人，对，然后就开始疯狂吃。对，是的，我觉得好神奇啊，超级。所以吸引我们看吃播的点，要么就是小庄刚刚所说的那种很猎奇的奇葩的食物，要么就是很有特点的，比如说这种吃的。对，我看过一个很有意思的，他不是开直播，他是发的作品。我以前很早之前刷到的，他是跟着音乐节奏吃。我没刷到过。他吃的超香，他老吃那种什么粉儿啊、什么面条啊那种东西。然后关键是他的一个女生，她嘴巴又长得很嘟嘟的。我知道了，面团妞妞。对，我知道。她就是每次吃的，然后那个油就在那个嘴巴上，真的好香。对，是的。说的给我说饿了，等我叫外卖。我也很爱看他吃。我觉得他吃的好香。对。那还有那种吃那种就是那种糖一咬，你知道吗？辣糖不是跳糖，不是是那种这么大，比如说草莓形状的呀，或者说是里面有流星的，对，然后它是冰，然后那种一咬就咔嚓咔嚓，就那种。你没有收到过吗？我看到都是软的，就里面有流星，它咬一口，然后里面有流星。我看到的是硬的，像冰一样，就咬一口，然后那不是还有那种蜡糖吗？就用蜡做的糖形状的糖，然后里面放上点果汁啊，他们咬完之后吃，把里面的果汁吸了，然后把那个蜡吐掉。那个很火啊！我好像刷到过。对，那个吃播很火的。刷到过。你是吃播专业户吧？我很爱看，我很好奇，你到底为什么爱看吃播？解压。解压。我自己觉得解压，我觉得很解压。说到解压，咋个解压法？就是它会发出那种声音啊。然后你就听着就还挺，而且我跟你讲，我觉得就尤其是我，就是我处于减肥当中的时候，我自己饮食是比较克制的，但是我内心是想吃的，所以我就会看别人替我吃，我觉得是这样子的，我就喜欢看别人吃，精神上满足。对，是这样的。而且我跟你讲，我有一个很奇怪的那种想法。我不知道会不会有人跟我一样，就是因为我就是处于减肥期嘛，然后有的时候我会吃多。就那一顿我可能确实是吃多了，我也会看吃播，我会看那些瘦子吃播，我会想，他们吃了那么多都没有胖，我今天吃这一顿我也胖不了，也会心理暗示，对，也会有心理作用。反正总归就是通过看吃播，然后反馈给自己的大脑，然后让自己假装自己能够瘦一点，满足自己的心理需求。对。但是我觉得说到解压，没有什么比晚上睡不着来看一集《荒野求生：森林造房子》更解压的事情。我也想看。还有个修脚。OK， 给修驴蹄子，修驴蹄子我倒是看过。那拉姆，你平时为什么喜欢看吃播？我就是怎么说呢？我为什么以前爱看，现在不看了？是因为我跟你完全相反。我看别人吃的很香，我就会点外卖，我就会点他，比如说他今天吃这个粉很香，我说我也要点一个粉吃，然后我就吃，然后就导致我控制不住我自己的食欲。我确实会跟着吃播下单很多东西。那种稀奇古怪的东西我也很想，我就下单了那个鱼啊，然后放了3月了。我那是忘记吃，我本来想让你们跟我一起吃的，逃过一劫，真的是逃过一劫。然后还买过那个什么薄荷，那叫什么薄荷？哎，你们还吃的那个？你以前弄那个你的那个装点快递里面装什么？对，那期很多稀奇古怪的东西。不是，还有那个吃过薄荷梅那个什么梅话梅。没吃过，你怎么没吃过？你在抖音上买的那个是吗？对啊，银色的，他们俩还吃过的。我吃过，那个不算奇葩的食物，那不算，那个就是很正常、很美味的食物之一。我觉得比较奇怪的是你给我吃的那个排。没吃过，就是他那个装点 vlog 里面，给了我快递里装什么？快递里装什么？然后给我吃那个排。现在就是我发现大家很喜欢去弄一些很稀奇古怪的吃的东西。
在我之前啊，我印象中之前的吃播不是这样的。我印象中以前的吃播是以吃的多为著称，对，就是桌子面前摆一摆大是堆食物，一系然后他们列。对，这样。但是后来不是有抵制吗？对对对，因为就是这样其实我对对身体健康这样有点暴饮不好暴食。对对对而且对有点浪费食物，因为很多确实吃播据说好像吃了会想尽办法把它给搞催出来。吐嗯对我好像是也听对说过，这样对身体健康很不好了。是的，嗯，我觉得就是大家对自己的身体这方面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确实，所以现在更多人会转向于健康的饮食食，对因，为我觉得美食它其实在我看来还是比较极端化的，就是嗯健康的饮食它可以给你一个健康的身体，但如果说是非常不健康的这种美食或者饮食的话，就会导致你的身体也是哎，健说到康的就是你刚刚说的健康饮食，我就想到了最近几年特别火的那种轻食，减脂餐。我不知道有是吗没有人会吃。会啊我，们俩经常点啊我们，两个最不爱吃的就是那些东西。我们两个会吃轻食，但是我每次吃完轻食之后，我会再还会再点吃再吃一顿饭，因为是吗？根本填不饱我的肚子。对，那这个目的是什么呢？我心理我安慰吃完就会吧停啊。哦，你知道有我人吃掉轻食就会停，但是我现在也不太爱吃了，因为我感觉人就是吃轻食是为了减肥，但是我肉眼可见的有瘦吧，大家。嗯对吧瘦很多。对啊，然后我就发现，就是不要太吃这种反人类的东西，也不能说反人类，就是人还是需要一点油水的。是的，就是你吃轻食是为了让你瘦，但是有的时候轻食确实吃了让你觉得不满足，不是嗯饱不饱的问题，就是不满足。身体是因为需它没有要一些味营养道，的对所以不满嗯足，然后你就会吃更多的东西。那你嗯还不如就那一顿吃点你想吃的，有点油水的，但是少吃一点。我觉得这样是一种比较健康一点的饮食是方法。对我来说啊，不是说对啊吃轻食不所健康，以我每次吃完轻食，我都会点一点有油水的东西。所以也是情有可原。那对啊装呢？他从来不吃轻食，你从来不吃轻食啊，从来不他就吃肉啊，他那就对那你我所有的饭菜，就我所有的吃饭必须要有肉，那你对轻食的看法是什么？你赶紧觉得能这个东西不出现是最好的。你还管别人吃不吃？不是啊，不是你不是说对我的看法，啊不就别在我这出现在就不要再他的世界里出现在你的视野对里对对哦，就是你不是特别喜欢这个食物。对，就是哦又没味儿。味同嚼蜡。我之前其实一直以为啊，像你这种体育生，就是会特别注重这种饮食的健康或者是营养。他不健康。是你是感觉就是专门容易因为吃不胖。不一定说是轻食吧，也有可能就是营养金字塔，你会按照这种来吃吗？还是你就是随意吃？是我其实是随意吃的啊，你是随啊意吃的啊。但是其实你就是一个真正的就是营养金字，就是你们所谓的营养金字塔来说，确实是是合理搭配的，就是看你需要什么效果。就我打个比方，像我这类的人群，你现在你要说再吃什么，你说认为干净的蔬菜啊，其实是没有用的。你现在首要的目的是让自己先胖起来，就不管、就是如果你要是就是什么健身塑形之类的，我是说这种受到1万啊，点伤害。就是你得先让他胖，你得先有肉，你才能去说哦，可能你的脂肪多了，或者说你减脂增肌。对，但你甚至连肉都没有，你去吃那菜叶子没什么用啊，对吧？你就算说假设需要有减肥需求的人，他可能会需要吃一点树叶，我都叫它树叶，叫吃点绿色食物来那个平衡一下自己的健康指标。但是其实你如果没有能量的摄入的话，你光吃菜叶子你也是不行的。我身边是有那种健身的朋友，或者是我在网上也看到那种很大块肌肉的一些锻炼的朋友，他们会定期的去刷脂，就是在刷脂期间他们只吃那种低卡的食物，比如说鸡胸肉啊，或者是用橄榄油简单的煎一些高蛋白的食物，或者是水煮一些青菜等等，摄入一些粗粮等等。他们还会吃什么蛋白粉？对，就是非常非常的过于健康了，可能就是牺牲了口味，然后去换取营养。对，哎，其实我这个想说个题外话，就是可能有些人就是想减肥，或者有些人去想增肌，去吃一些所谓的一些吃指标吧，可以说就因为他说今天要摄入多少卡，或者怎么样，或者今天要跑到多少，其实我觉得是完全没有必要的一个操作，因为首先你的目标就只一个，要么胖下来，要么瘦下来，其实没有必要去为了就是吃起来看着专业，其实反而也达不到那种效果。你就老老实实的想减肥你就多运动，想胖你就多吃，就这么简单一个道理。其实不用管那些，就你如果你要真正的要到吃指标那个阶段，其实你要
给自己的身体一个很大的那种目标才需要用到这个吃指标这个阶段的。其实我们都知道，就是身体健康是最重要的，都是要放在第一位。对，但有时候确实是有变美或者是变好看的这些需求，那就是会有人可能会算着卡路里过日子。就像我有一个比较好的朋友，他每天就是会在一些软件上查这个食物有多少卡，然后他算一下自己的基础代谢，如果他吃超过了这些卡路里的话，他会非常愧疚，他会非常难受。我以前也是一模一样，就是我本人就是你。那我那个朋友可能就是你哦。之前小牛他就是在那个便利店或者什么地方买东西，他们每看一个东西，他都要看一下后面的那个卡路里是多少。是这样的，是这样的。我当时其实还挺不理解的。就是我觉得你这样为难自己何必呢？你只要不要吃一些太不健康、对身体有害的那种，我觉得就是没有。就是因为那段时间，我觉得我自己个人可能也确实是因为发现我好像正在变胖，且我又有上镜需求，然后我就比较迫切的想要瘦下去。在我看来，有一点点极端减肥。就我那段时间，确实我吃每一样东西，我都会先看它卡路里，而且有一些便利店后面没有卡路里，我会在网上搜。一个什么什么东西的热量是多少，然后我把它相加，我一天我只能吃到1200卡路里，如果我吃超过这个卡路里，我就会想说明天我要夜断，明天我不吃饭，我要偿还我今天的债。我跟你讲，这样超级不健康，真的很不健康。我反而越是因为这种心理，就是人就是会感觉自己好像就像一根弦一样，就是你越查就会越绷越紧，越绷越紧，你会断的，真的会断的。你就会有一天你就会收不住，你就会想要把最近这段时间以来所有这些对于美食的这种克制全部都爆发出来。你那一顿会吃到不知道多少东西，真的会这样的。我真的本人亲身经历，所以我真的超级想跟大家说，就是如果你在减肥期间的话，其实身体是很聪明的。如果你想要瘦，你就大概感受到自己身体吃到7、8分饱就可以足够，你就不用再去吃了。你千万不要去算那个卡路里，每一天把自己困在那个卡路里上面，会让你真的就是整个人都是绷住的。而且如果你前一天吃多了，你第二天千万不要想着那种极端要去夜断啊什么。真的千万不要，夜断对身体的伤害太大了，而且夜断断的真的是水分，并且我跟你讲，我减肥的时候有一件特别那个时候的事情，就是我在那个，就是我当时也在路友间，然后中间休息那一周，拉木也在陪我，我那一周一口饭都没吃，你知道吗？我纯夜断，然后我等到第6天的时候，我就有那个外卖敲门，然后我去开门，我直接晕倒了，我站起来沙发上，我直接倒下去了。夜断对身体的伤害真的太大了，千万不要这样子。而且关键是我断完那6天之后，我1天就吃回来了，就是因为我6天我忍了太多，然后我那一天我狂吃，把自己吃吐了都。这样真的是一种很不健康的减肥方式，千万不要这样。对啊，对身体超级不好，而且在你有意的去克制这些东西，包括你刚刚说的，你特别想瘦下来，所以你才会这样的克制。但是你往往你这样的克制会影响你的心理，对你的心理如果有负担或者说是不健康，其实会导致你的身体状况也不太好。完全这样的话反而不太能瘦下来。是这样子，是这样子，就是轻松的，对，轻松放松一点的心理，其实能够让你的身体会更加的舒适。是这样，是这样。就你们刚刚说那个夜断啊。然后还有我在网上看到什么8+16进食法则啊，这种其实我一开始我都完全不知道这种，但是好像最近几年开始越来越流行起来了。感觉现在年轻人好像对自己的身材要求挺高的。对，而且对他们的管理要求也非常的好，什么哇，我几天禁食，就像他说的，我几天不吃饭，然后到某一天吃个放纵餐。或者怎么放纵日啊，今天放纵日放纵一下之类这样的，其实我觉得完全没有必要，你想吃就吃呗。是这样的，我也是这样觉得。反正就是要让自己变得更好，而且更健康。但是我觉得大家追求不一样嘛。是这样的，是这样的，就是选择还是自己的选择。我们的只是说我们不提倡不健康的。对，我们的输出只代表我们自己的想法，我们认为可能是。所以我现在就是会我现在就是会就比如自己做饭，因为我有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外面的那个饭菜可能会添加剂有一点多呀什么的，然后我就会选择自己做饭，然后感觉就是可控的。对，怪不得上次去你家的时候发现有一大堆餐具和厨具，原来就是自己做饭的证明。那天我们去逛超市不也是我突然说，我说要自己开灶了。我本人之前完全是外卖大王的那种，我在大学的时候我可能还比较健康，就是吃食堂，因为我觉得食堂至少它是
干净的，而且它是营养比较均衡的。后来我就完全沉溺在外卖的世界里了，我就是既懒得去食堂吃饭，也懒得自己做饭，我就完全每天都只点外卖。然后那段时间我感觉我自己的体重也在变大，然后人也在变得肤囊，皮肤其实也在变差。哎，那你们做饭啊，就是然后后来拉姆就开始就是做饭嘛。对啊。那你们那个看教程还是看食谱啊？还是自己就尝试着做啊？我看食谱，我从小会做。我不会做饭。但其实因为我不是很喜欢做饭啊，但是就是如果我做饭的话，我会跟着那种就是有视频的那种类似于一步一步教学，一步一步教我。对，就是让我简单的去看食谱，可能我不太行。对。现在网上有很多那种就是一步一步教你的。对。而且小红书现在特别多美食博主做这种食物的教程。是。对。而且他们都稀奇古怪的做法。那我觉得拉姆其实可以当美食博主。因为拉姆做饭超好吃，超级好吃。但是我觉得得是喜欢吃我做的口味的人。这样因为我小时候怎么说呢，基本上都是自己做饭，然后包括我爸他很会做饭，他教过我，所以我可能就是算是养成的这个习惯吧。说到我是外卖大王这个事情，我就想到了之前我们在录有间的时候，本来明明是完全不想吃任何东西的，只要有一个人点了外卖，我就立马被打动，或者只要有一个人说要去便利店，我立马就跟着屁颠过去。对，即使看到这个东西不想吃，我也会把它买下来，我甚至买下来专门给你们吃，这种情况都有。谢谢你我真的很崩溃。那个时候明知道自己第二天要上镜，但是还是忍不住，我也是控制不住放纵。我们有一点从众心理，我感觉看到别人吃，其实我觉得是你自己心里是有点想的，但是你在那里克制自己。但是你身边有一个人踏出了这一步，然后相当于给了你一个底气，他去了，那我也要去，就类似于这种心理。昨天晚上拉姆一开始在点外卖，他问我要不要吃这个，我说我不吃，我说我明天有工作，我明天要上镜，我怕肿。他说你吃一点吧，我第二次觉得我说我不吃，他说你吃一个淀粉肠吧，我说行也可以来一个，然后他就把我说服了。主要是我跟他说他不吃，主要是我跟他说，我说没关系，你那个勒个那个头绳皮筋儿，那一会儿就消肿了，再喝个什么冰的东西就消肿了。就是有那种恶魔在你耳边低语的感觉，来吧，吃一点吧，吃了它，吃一个吧，吃一口。但其实这种深夜放纵，其实对我来说不能叫深夜放纵，这是我的正餐啊，夜宵是吗？白天不吃，就是其实我的那个早中晚是第一顿饭，我是在中午吃，然后第二顿饭是在晚上吃，第三顿饭就是在我的深夜吃。对，我的深夜是必吃的，而且我的深夜餐，你知道我的深夜餐就哪怕我今天早上6点钟起来吃了个早餐，然后正常吃了个中餐和晚餐，但是我晚上也会再吃碗泡面的。对，就是晚上这个夜宵对我来说是必吃项，不管我早上吃了多少顿，我哪怕早上吃了6顿，我晚上也会吃这个必吃的。那你基础代谢真的是很大。因为我感觉他是那种体脂很低的人，他就全部都是肌肉。因为以前是运动员，所以可能就吃吧，也就是你长不胖，新陈代谢比较好，趁着还年轻。而且你知道最过分的是什么？就是因为我们在那个大学的时候，我也会吃这种夜宵，甚至我会就是因为我一个人吃不行，我得把我的朋友薅起来一起吃。你好罪恶，而且真的是要谢谢你。然后每天晚上我就睡，就是他们可能都快要入睡了嘛，他睡着，然后我就把他叫起来，他那个时候还是有帘子的，你知道吗？我就拉开手，吃个泡面吧，他说不吃，我说来一个。然后后来，我大学的时候也是这样的，我的室友每次一说去外面买烤面筋对，我就立马心动，我说帮我带一个。对，关键对，那我这不一样，我是必须要别人陪我去。然后那种，然后我们学校外面有那种小吃街，我走，你他骑电瓶车说你带着我去小吃街买点东西，然后我们就，关键主要是我们因为都是体育生，吃的也很多，如果真的要吃的话，我们只是4个人，就晚上吃夜宵嘛，去那会老板10份那个炒面。
我们就10份带回去吃。哇！然后我们10份，老板每次一看到你的脸就知道来大单了。然后我们赚了今天又赚一。然后我们那淀粉肠是10根起点，哇塞！就我们4个人吃。就很恐怖。哎，那你们4个人10根怎么分呢？就是10根起点啊，就有可能只能吃就只想吃1根，就像我可能也就吃3根也就算了，3根也就算了。而且你知道哦，这是我吃完3根我就算600大卡，2顿不能吃了。说到这个，我一定要讲个很好玩的事情，就是你看我们宿舍的人其实都很能吃，然后我们要去自助餐，就是我是带着笑脸进去吃，就很好，因为我不能吃，当时吃自助餐的时候，然后有的时候我们就因为会互相请客吃饭 ，OK， 我说每次我请他们吃饭都会吃自助餐，因为我知道我能吃回本然后有一次进去吃的时候，在那儿一盘一盘肉嘛，然后他们直接就先点了50盘肉，纯肉啊，就纯牛肉先点了50盘，然后剩下的那些包括那什么小料，就别的肉也不算，就说老板先来50盘牛肉，然后最后吃完了之后，我们就问老板说，老板，你真的怎么就有没有盈利啊？赚来亏了？他说其实平常客人来的话，我们是赚的，但你们这顿其实是有点亏了对，然后我们就开心的走了。如果老板不说的话，我们可能还要再吃3盘。老板吃到老板说亏为止。对，还要开心的走了。我想到我之前高中的时候，我每次上完晚自习回来之后，我妈也会给我做宵夜吃。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完全没有任何的负担，但是随着我年纪长大之后，我的代谢变差，我的身体也在慢慢。你身体现在这么不好吗？是一个很羸弱的男子，然后我的身体机能也在慢慢变差。我但凡吃一点宵夜之后，第2天完全就是消化不了、代谢不了。对，确实。那会是什么样的那个呢？就不舒服，就第2天没胃口，或者是嘴巴很难受，胃里很难受之类的。啊，那我是即使是前一天吃多了，我第2天也很有胃口。我也是，很幸福啊！你还年轻了，胃口比较好，身体比较好，甚至晚上就开始饿了。那你也是身体蛮好了。确实是这样的，只能说你身体太不好，我都大你1个月呢，我胃口还很好呢。对啊，我就是那种天生高食欲，然后很馋的人。而且我跟你讲，我吃饭，比如说我跟庄敏如，我们2个人要一起点外卖，我必须要等到他吃的时候我才开始吃，我不能接受我自己先吃，因为我很怕我先吃完之后我吃完了，然后他开始吃，我会馋。你又馋。对，所以我必须要2个人一起吃，是这样子。而且我就是那种小时候吃饭，我会把自己最想吃的放在最后吃的那种人。我也是，我放在最后吃。是的，你呢？我没有做这个区分，我都随便吃。你知道为什么你身体不好吗？因为我没有做这个区分吗？因为你挑食。而且我感觉博士吃东西就是为了活着，他感觉没什么很大欲望，因为他吃饭很快。我吃饭超级快，我很享受吃饭的过程，我要慢慢的享受这个过程。我觉得吃饭快有2个原因，一方面就是以前上学的时候吃饭的时间很少，因为大部分时间都是想留来给自己，比如说午休多休息一会儿，或者是晚上给自己多休息一会儿，所以就吃的比较快。第2个就是我的，就是真的就是只是为了保持基本的生存。对，我觉得你是需要一些营养均衡的。因为你太挑食了，就是身体可能所需要的一些营养你没有给它，对，所以就导致你的身体可能比较的。但据我所知，就是现在很多人不光就是只是为了吃饱，因为现在吃饱其实很容易，反而还会有一些人去打卡一些网红餐厅，或者打卡一些特色美食。你们有没有去打卡过？比如说当地的特色美食啊，或者是一些网红店啊？肯定会打卡，我肯定会打卡。你会专门就比如说找一家网红店去打卡吗？会的。而且如果我去某一个地方旅游，我肯定要搜这里的美食，我一定会去吃的。那你比如说，除了这种就是食物特点上的打卡，你会因为餐厅的环境去打卡吗？比如说这家餐厅的环境特别好，装修的特别美，特别出片儿。那我不会，纯为了吃，就是。但是我是会为了那种餐厅美。但是这个美得美到我的点上了。那我也会觉得就比较有创意。对，就我夸张一点来说，可能说北京有个奥特曼主题餐厅，我可能会想去。或者就是说，如果说一到食物上面来说的话，就是这个菜，假设我很爱吃日料，然后这家餐厅是日料店的 top one 之类的，我也可能会说很想去吃。但基本上不会，这种情况很少有。就是也是会为就是餐厅的比如说特色美食或者是特色装置去买单。对，我觉得很多年轻人现在都是这样。拉姆，你会因为餐厅的什么样的特点
我其实比较随机，就是我不会说特意去上网搜哪里有什么网红餐厅，我可能就是今天比如说我走着走着看到这个，我说我挺想吃的，我就爱吃。如果不好吃，我下次不来了；如果好吃，我下次就再吃。我是这样子的，我是会根据当天的口味，比如说我今天想吃一个火锅，然后我就会搜这个火锅评分比较高的几家店，然后感觉差不多我就去那家店了。我也不会特地的去小红书搜，比如说南京网红火锅，或者是北京网红火锅等等等等。我是比较随意啦。对。当然也有感觉很容易踩雷。那你们就是如何看待就是那种要在网红餐厅里出片的朋友们呢？一生要出片的中国人。对，就是我本人啊。你刚还说你不是为了出片。但是如果我去了，我去拍照了，我肯定要出片啊。如果这个地方好看，为什么不出片呢？对啊，为什么不呢？但是我不是那种，我是吃饱了再出片儿，就是我发现我身边很多朋友，就是我跟他去吃饭，比如说今天吃漂亮饭、精致饭，然后菜上来之后，他让我别动，他说等上齐了，他要拍了照才能吃。但是我不是这种的，我其实对这个拍这个美食其实没有太大的兴趣，我更想吃完了之后，然后我们再拍照。我会觉得我朋友就我自己也会馋啊，就上来是可以吃的，只要不破坏它整体的那个美感，你就是可以对，你可以偷2口吃。你在网上有刷到那个没有？我前2天刷到一个，就是一个 Hello Kitty 的蛋糕，然后那个是他们2个好朋友，然后面对面坐着，然后这边这个女生在拍照，然后对面那个女生她就拿手机在录嘛，她说，这个蛋糕上来半天了，闺蜜说她要拍照，我趁她不注意，我偷偷吃的哇都挖成空心儿了，就剩闺蜜半边那一边。我可以接受，我觉得太可爱了，就不影响它整体的形状，能够保持基础的出片就 OK。下次我掏空给你那个。但如果我是对这个出片有硬性要求的话。是得等才上齐的。什么叫硬性要求？就是你今天的目的性就是为了出片，就是为了拍照。对，就就是这顿饭，我甚至都可以这顿饭都不吃，都要拍，都要拍照。对，而且我有个很奇怪的，就是假设我今天需要到某家饭店，或者说我要找家饭店去吃饭，或者说点个外卖。但是没有明确就是在没找到我满意之前的，我哪怕再饿，我也不会去随便点一个吃掉，就我一定要是吃到那个我想吃的那种东西，我才会去吃它。那你对美食还蛮挑剔的哦，对，很有追求，但其实也不是很挑剔，讲究，对，很讲究，就是每次点外卖的时候，假设我今天可能想吃一个米线，然后我就可能会翻外卖嘛，对吧？然后可能它出来是什么烧烤、麦当劳之类，但是那时候我已经很饿，或者说我边上就有一家麦当劳，但是我都不会去吃它，我一定要是就是点到吃到自己想吃的，对，它是这样子的，甚至我有可能是有的时候会忙忘到，就我已经很饿，但我忙忘记我吃饭，就一天就这么过去了。我有些时候也会这样子，然后我晚上就开始点外卖。但是我外卖真是个伟大的发明啊，确实。但是有的时候我连就是工作完了我就不会想吃了。饿过劲儿了有些时候会有这种。我是身边如果有人要去就是打卡拍照的话，我可以接受，但是只要不要让我一直拍就可以。我觉得你可以拍一点点，就是这种素材，或者是回去发朋友圈也好，我觉得这 OK 的。但是让我一直拍，我会有点影响我的心情和状态。对，确实。还有一种方式，其实很多人会在拍照之前，就你们说的，就是会先上菜之前会把它摆盘，然后会拍照。也有餐厅的服务员会专门问你，要拍照吗？就是会让你记录下来。会有朋友圈先吃的这种做法，你们就是如何看待？我要先自己爽了再发。我也不会，你不会朋友圈先吃啊？你呢？我当然不会了啊，也是。对。但是我在录 vlog 的时候会让大家先吃，小巧思、小心机，那是必须的。对，可是你这个 vlog 发完上，你都已经吃饱了，是这样子的。对，我也没有会让朋友，很奇怪，我觉得。朋友圈先吃吗？朋友圈先吃不一定是指这个意思，他的意思就是指我一定要把这个照片拍得足够美之后，才允许大家动快。我以为你说就是拍完了，然后我修完发了朋友圈我再吃。不，就是那也不行。我就都本来我也不是那种吃饭爱拍照的人，
上来我都恨不得先吃，要不是小牛拍照，我都上一个吃一个。但是我感觉虽然我有就是拍片，虽然我有出片的需求，但是如果对方的摄影技术确实不怎么样，然后我们两个就是拍了很多，我又觉得不好看，我可能也就放弃了，因为我心里会有一种愧疚感，就是我会觉得天啊，别人为了给我拍照，这个饭也不能吃，然后我就会觉得很不好意思。对，但如果有人让我要一直给他拍，直到拍出好看的照片为止，我是可以接受的，并且我是希望我能给他拍出好看的照片的。很有责任感，我觉得我是一个很有责任感的人。那你说，如果一个人就是等你，然后去，不是说拍那个美食吧，就挑到一件你觉得满意的衣服才能吃饭的，你觉得这个是怎么想？我觉得那他一定就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人。那他快饿死掉了。哇，闹真！你们发生的什么小插曲？你们自己两口子的事情是自己私底下在说。然后我还想到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人现在已经把吃饭不仅仅变成了一种满足就是生理性的需要的这种情况，还有一种是社交属性，其实也在体现在吃饭上。比如说我跟你一起吃饭，一方面我们可以通过食物找个两个人的共同话题，另一个方面就可以展示，哎，我带你吃这个饭，我很有品哦，就是这种食物会体现我的品味很独特或者是很高级。你们有没有过这样子的经历或者是感受？我只会分享一首歌，为了显示我的歌品很高级。我也是。但是食物倒真的还好，但我会去想让我的朋友吃到很美味的食物，带他去吃。如果朋友来我们家旅游的话，我会立志不让他吃到一口难吃的东西。所以其实对我觉得也是这种，我觉得也是一种社交方式吧。对，就比如说可能小侯来了，我可能说带小侯尝一下我们家里的特色，或者是侯总来了，我说哎，侯总，我们这家餐馆你一定要也尝一尝，或者非常不错，怎么样。我觉得这现在已经变成一种社交方式了。确实。其实我觉得是很有必要的，而且就是说推荐一下这个好吃的菜品，对我来说其实对我来说是很有必要的。除了就是我们平时日常出去吃饭，可能和朋友一起社交，那比如说我们自己一个人吃饭，你们会平时看一点综艺或者是看下饭剧吗？会。哇，怎么异口同声的会？我不看，我吃不下饭。就是这样啊。我以前会，现在不会，因为我觉得就是我很享受吃饭的过程，我不想就是在我吃饭的过程中有什么东西分散我的注意力，对，所以我会一门心思的吃饭，享受食物的本味。我还好，因为我觉得吃饭对我来说就是一种享受，你不懂，我很享受吃饭。哎，拉姆，你是那种就不找到合适的剧，或者是不找到下饭的综艺剧或者剧不开动的那种人吗？如果就是我看我的那个饿的状态，如果说我饿的实在不行了，我可能就是随便找一个能看的，或者说我平时爱看的什么《甄嬛传》什么的，我直接就点开就放着，就是有个东西放着都行。如果说我没那么饿的话，我就会找，一直找到自己满意的为止。但我不找不到满意的，我绝对不会吃饭。你跟刚刚一样，对，你就是这种。我每次叫外卖，外卖到了的时候，而且我还是外卖到了的时候，我就坐到餐桌上时，我才开始找剧看，然后几个软件，来回找电影、电视剧、对，来回找，最后不行了，把优酷打开来，对，找，然后关键最主要的就是有些很奇怪的是，就是我有的吃饭的时候会选择想看什么，就比如说我可能今天吃什么东西，我说那我今天要看个电影，然后但是如果综艺跳出来也不错，但是我也不会看综艺。比如说第二天吃饭，我说我想看个综艺，我就绝对不会去找电影。你就是一条路走到底，就坚定自己的选择。对。我感觉这也是他会瘦的一个诀窍，因为我觉得庄美如对吃很挑剔，且欲望不大。有点欲望，但是不大。就是比方说这个东西他点了这个外卖不好吃，那他就放弃了不吃了。找不到好看的下饭剧，那就不吃了。然后就是还有事情没忙完就不吃，然后吃着吃突然想起来一件什么事情，就先去忙，就先不吃。所以他就很瘦，他就很瘦。我比如说吃饭的时候。如果正好就是我在吃饭，然后我朋友叫我打游戏，我可能就不吃了。他就是这种人，但是吃饭在我这里是优先级。我不是恋爱脑，但我是吃饭脑。确实。我刚刚听到你们异口同声都会说找那个下饭剧，我觉得还蛮惊讶的。你知道当我在这段时间有一个剧，我正在追这个剧，并且它已经正在更新或者已经更新完了，我觉得这段时间是我最幸福的时候。对，因为我吃饭的时候我就有看的了。确实。而且我的优先级是就不管。
就是不管就我跟小牛一起吃饭的时候，我可能也会看个剧，除非是那种大场合，就可能说4、5个人要一起吃顿饭的时候，我可能都会刷抖音。那，但是除非是那种就是一定是那种就商务局啦，开始那种可能就会认真吃饭。但是我吃饭的时候是必须看，要不然真吃不下饭。我不知道这是你的下饭的。对，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一心不能二用的原因，还是我真的是不喜欢边吃饭看剧的原因。我真的是完全不会看任何东西。我曾经有一段时间想要模仿那些网上的博主们，就是找一个下饭剧啊，一边吃饭一边看，美美的过上自己的独居生活。后来发现我真的接受不了，因为我有时候甚至还没开头广告还没播完，我就已经把饭吃完了。对，我就觉得这个节奏对我来说太慢了，我觉得是一个很煎熬的过程。那看来网上说什么细嚼慢咽才能瘦，好像应该也不全对。但他们确实说吃的慢会不容易增加饱腹感。我还有一个疑问啊，就是你们说你们会看剧，那你们有什么推荐的吗？就是下饭必看的。有间和租，《甄嬛传》哭聊我觉得挺不错的。谢谢打的一些广告。我看个人选择吧。其实我就在我说的那些电影综艺之前，我会选择看动漫了，就是日漫。电影和综艺一个不选动漫。对，就会选择动漫。动漫是我就是吃饭的时候就选的最多的那种类型，最下饭的。我还有一点，就比如说我可能吃饭的时候再选个动漫，然后这个动漫可能不好看，我会停一下我的吃饭的这个动作，然后再继续找一个新的好看的才会继续吃。有时候我也会这样。我会看综艺更多。如果一定要看的话，恋综烹燃吗？再看很多。我在等烹燃的还好吧。现在被明令禁止看第4季了。但是我会很期待烹燃5。烹燃对，冬季篇非常期待。最近《偏爱之恋》也挺好看的。对，我最近也在看《偏爱之恋》，很爱看。偏爱之恋。你知道吗？我知道有《偏爱之恋》，然后我点开一看，我说朴妍妍，我超级喜欢她，我高中就很喜欢她。那你可以下一期酷聊，让他们俩可以吗？你们可以叫朴妍妍来，请过来。你们可以请可以吗？我又不是这里的老板。你们可以请朴妍妍和我吗？可以吗？我可以把这个可以稍微替换一下，可以吗？可以吗？一定要把朴妍妍请起来好吗？可以吗？好，我们会努力的，我们会通过调动背后所有的资源。太好了，拜托。OK。那你叫什么？那你会问他你会吃饭时候看什么综艺吗？我还有一个疑问，我好多疑问。你问吧。就是什么样的剧的特质或者综艺的特质会吸引你在下饭的时候看？因为毕竟有那么多不同的好看的剧，为什么只有比如说你刚刚说的《甄嬛传》会吸引你在下饭的时候看呢？我喜欢看轻松的。它有什么特点？轻松。对，轻松的。我喜欢看复杂的。妈，你真是爱反着来。你轻看没意思，我就比较看搞笑的和热血的。就哇好燃啊，扒2口饭。《甄嬛传》是我找不到看的了的时候，我就会点开《甄嬛传》看。但平时的话，我会喜欢看一点喜剧类型的。我也是，我感觉《甄嬛传》就是一个不知道看什么就看《甄嬛传》最好的选择。《甄嬛传》是哪个平台的？优酷的。优酷的养老保险之一。好棒啊！优酷真是一个很不错的。对，我都充了1年的会员了。我是 SVIP。我也是 SVIP。我前几天刚续上，又续到明年了。我每次都会点开优酷。OK。我也是，我现在首选平台是优酷。我也是。其实我们刚刚就是聊了关于吃饭追剧的事情。其实我自我感觉啊，我的注意力，美食上的注意力可能会被这些东西分散掉。就比如说我可能吃饭偶尔会刷一下短视频，那我可能就会忽略这个食物的味道或者是一些它的本身的特色。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有这样子的特点，或者是有没有这样子的现象发生。你要这么说的话，我确实感觉就是现在吃东西，然后你打开一个剧看，好像我确实有点麻木，就是对于它的感受到它的味道好像没有那么的在乎了，没有那么的说去细品了。对，我觉得是会的。你呢？不好说哦。我来听一听，怎么个不好说？展开说说。刚刚说什么来着？你吃东西会不会被分散？吃东西的时候看东西会不会被分散注意力？就是我觉得吧，
这个他觉得吃东西分散了他看东西的注意力。不知道我要说什么。对，是这样的，就是对，确实吃饭对你来说真的很不重要，很重要。吃饭对我来说是一个配套，而看东西可能正吃饭只是一个过程啊。确实，因为我感觉现在很多人吃饭都是变成了一个流程化式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就是为了管饱就行了。很多有时候其实也是，就比如说在工作上处理事情很紧急，我根本来不及细细品味我要吃的食物到底是什么，我可能就是为了觉得它能够支撑我下午要干的活的能量就已经够了。对，我也不管它好不好吃，我也不管它健不健康，我就是能吃饱，下午能干活就行了。对，我对于食物本身的味道或者是它本身的特色已经完全不那么讲究了。但是我也很讲究，它要是不好吃我也吃不下。就是不同情况下可能会有不同的状态嘛。就比如说我专门就是为了去品尝美食的，那我肯定会好好的品尝食物的特色。但是有时候就是会现在压力又很大，工作又很多，然后短视频和一些网络信息也会干扰我们的这个吃饭的进度。对。哎，其实最近还有一个话题非常沸沸扬扬，就是关于预制菜。对，我之前在就是这个话题发酵之前，我本人对预制菜的态度没有那么抵触，因为我觉得只要它是没有危害的，就是能够干净一点，对，而且能够饱腹的就 OK。但是最近好像大家对预制菜的态度有所转变，或者是有所议论。对，大家你们有没有刷到这个消息？你们我感觉大家会议论是因为西贝一直说自己不做预制菜，但被发现是预制菜，大家当然会议论。真的，如果萨莉亚一直都说我是预制菜，但我们还是很爱啊，我们很包容啊。那我们就不以具体餐厅或者品牌的名字，我们就只讨论预制菜本身。就是我觉得如果你跟我讲这是预制菜，我觉得还好啦，我就可以果腹，而且我觉得我很难杀，就是你吃预制菜也吃不怎么样。而且预制菜上菜很快，很难杀，我很难杀。我突然想起来，以前有间的时候，他啃那个冰冻梆梆硬的馒头，妈呀，很难杀的。我觉得还好，关键是他吃完了之后，我说。你胃不疼吗？他说没感觉啊，我不疼啊，我甚至不上厕所，我也不痛，我也不会拉肚子。你是正常的胃吗？我想问。而且他那段时间因为可能心情不好，他就什么都吃，什么都真的什么都吃。说这个，我想起我最近刷到一个博主叫，他们称他大姑叫酵素女王，就他自己在酿那个酵素，非常非常可怕。然后他也是杀不死的那种感觉，和小牛一样。我也杀不死。我曾经也杀不死，但是我上次那个急性肠胃炎之后，我有点怕了。你有点易杀，有点被杀到了，确实。OK， 那我们回归预制菜本身来，你说我还要再说一个别的杀不死。你说，我那看到那个抖音，说是男孩女孩，反正忘了，大学生说身上起了红点，然后说他也没管，然后就出去玩了一圈，然后回来医生说。那是尸斑，说他的那个是什么血小板还是对血小板已经基本趋零了啊，然后说了那个一具尸体的血小板都有7，他是7以下，对，然后下面评论说什么你的大学生很难杀，说你的意思是一个大学生一个活死人出去玩了一圈回城回家满血复活了，对，哇塞，这个我倒没刷到，这个好玩啊。那我感觉如果说回预制菜的话，就是我自己个人是不太抵触预制菜的，因为我杀不死，所以我就觉得还好，还会使你更强大。对，但是如果你跟我讲你不是预制菜，但你其实是预制菜，我就会抵制你，因为我觉得你骗我了。对，我觉得我被骗了。我觉得，所以预制菜你是受不了商家对这个对我的欺骗，对，我觉得实诚的话，你可能会有更多的顾客。那是这样的。其实我想问一下，那预制菜到底是就是有什么危害呢？我们也不是食品学专家了，其实我们对它的危害其实也不是特别的了解，我们只知道它相较于新鲜现炒的蔬菜可能没有那么的健康，或者是没有那么的有营养。会不会就是添加了一些类似于防腐剂吗？但我也不懂。而且我觉得预制菜它有个比较大的优点嘛，就是它上菜很快。对，就其实有时候我们去餐厅很难有那个耐心去等待。对，反而这个是它的一个满足了现在确实有快节奏的生活，确实。
其实昨天我去吃饭的时候，他上菜上的很快，我还问他，我问那个工作人员，我说你们这个是预制菜吗？他们跟我说不是，但我真的觉得他是，我也觉得有点像。我刚点完菜不到3分钟，他就把菜端过来了。就是他点好了，然后我还在选，我刚要下单，他就上来了。那可能不是预制菜，可能是上一个客人的剩菜。谢谢，而且依旧很美味哦。美味剩菜，只有是剩菜才美味的。OK， 那今天其实聊了这么多美味的食物，我其实今天也想问一下大家，你们在平时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吃到过特别好吃或者是惊艳，哇塞，一定要推荐给别人的这种食物呢？有，很有。你有？你知道我这种人本来就是对食物不感什么兴趣的，但我一旦吃到一个我认为好吃的东西，我会让我身边所有人都吃一遍的，就是吃一遍。比如说那个薄荷梅啊，对啊，就是，而且我的不单单只是推荐，我必须让我的身边人吃到嘴里，我才甘心。OK， 所以你今天带来的推荐是什么？其实我没有带，但是我有找在图片找。OK，就是也是个那种小时候的零食。把你的3折叠打开。对，你要展开。展开够大。哇，有面。哇塞！这里华为可以来一个赞助。对。就是哇，这什么啊？数字，对，数字饼干哦，还有字母，对，它味道是不是跟那个奶油就是牛奶饼干是差不多，但是非常的香，就小时候那种小宝宝也吃的那种感觉一样。前两天在家就吃到，就是也是咸的没事干，买了一包吃，然后发现非常好吃，我就一下就买了3箱啊，真的很好吃。而且它也是泡牛奶也是很好吃，然后它很脆很香，有那种奶香味儿。然后它还是那种淡淡的咸的味道，而且我觉得它有个优势，就是可以给小朋友做那个启蒙，就是教他们认数字1、2、3和。但你知道我们当时到我这个年龄也不需要什么启蒙了，对，也可以起一下。我就是你该起一下。无聊的时候，我会去找我自己的名字的首字母，就是 ZM， 然后找出来再把它吃掉。对，反正我的推荐好是这个，其实很好吃，不错，真的很好吃。我过2天给你们送2颗，可以啊，谢谢。可以把我的 HSC 找出来吗？可以帮我把 G 巴拉巴拉去找一下。哇，那你这得找久一点，这4个 SLM。OK， 啊，牛有带一些推荐的。我会推荐那个钙奶饼干，谁吃过？没吃过。什么啊？难道只有山东吃吗？我感觉山东没有人。也不是，就是我身边的朋友都吃过。让我看一下，我可能不知道它是什么名字。就这个啊，钙奶饼干。钙奶饼干，它有点像那个，有点像早餐饼。这个对，这是这个我爷爷喜欢吃。我吃的是那种早餐饼干。我就是钙奶饼干，这个超就是它啊，你们没吃过吗？没吃过。我应该吃的那个跟这个味道差不多。它还没有风靡到安徽，我觉得。啊，但这个很出名啊，就老年人都爱吃这些东西。因为它就是它可以泡牛奶，然后还可以泡鸡蛋，就超级美味，然后还可以干吃，很美味。它是咸口的还是甜口的？不是甜的，也是甜口的，就奶香味儿。香，对，就是奶香味儿。变它泡就是泡水也可以，就泡软了吃也很好吃。所以可能一些老年人喜欢吃，可能牙口不好什么，它软着也可以吃。我感觉这可以吃到我死。你很难。对，但是你很难杀。这个真的很好吃，再展示一下，可以。这个跟我的那个其实很相似哈。确实啊，只不过它那个大一点，我那小一点。对，我的这个也可以泡软吃，但你的不能。我那个也可以泡。你软了怎么弄起来？本来就那么一喵喵。你勺子抓挖吃就是，跟那个麦片一样。确实。好，栏目嘞，我想给大家介绍的就是。我手机呢？哦，你手机在我这儿。就是我家乡那边的一个牛肉干儿。哦，我们是不是吃过？对，上次给你们买了。很好吃那个东西。我直播的时候还推荐过。牦牛，而且很解馋。它很顶饿。这个真的超好吃，它有川香麻辣味儿，还有秘制五香味儿，不是预制哈，是秘制五香味。就是特别好吃，而且它里面是分开包装的，就是一条一条的，然后它一条也不会很多。其实你吃完那个也就是，我就喜欢吃这样子，我也喜欢吃这样子，而且它很香。就是我经常有些时候很忙啊，怎么样，然后来不及吃饭，我就拿2根就上路。但它这个辣的味儿是真辣，不辣呀，有那么还好吧？对我来说很辣。
那你这吃辣能力还得再提一提。就这个很好吃，香的是很香，它是正宗的牦牛肉做的。它很解饿，非常解饿，它很解馋，它很解咸，什么都解，对，就很好吃，对，而且还可以磨牙，对，而且它这个还就是那种是。而且它不是那种一个优点没说出来啊，它就是牛肉啊，对，健康啊，对啊，长肌肉，它真的很健康，它什么其他乱七八糟的东西都没有加，对，就只有那个牛肉和盐之类的，对，而且它不是那种特别特别硬让你嚼不动，它就是微硬，没错，因为它毕竟是牛肉干嘛，对，还是很香，而且肉的纹理其实还很清晰，对，这你都记得，对啊，因为很好吃，在暗示你哦。行啊，再给我送一包。对，哎，我刚好最近说想再买一些回来。哎，你知道，自从3个月前吃那次，我就脑子里还是回味它这种味道。真的吗？对，非常好吃，就是真的很好吃，确实很好吃，确实。OK， 那你们介绍了这么多吃的食物，我带来了一款非常不错的蓝莓汁。这款饮品是山姆里面卖的一个蓝莓汁，它宣称啊，每一包不少于180克蓝莓榨出来的汁，我觉得180克蓝莓已经很贵了，而且这一瓶的价格其实均价的起来只要10块钱左右，所以就相较于180克蓝莓，我觉得还是值得的。确实，而且就是我个人觉得啊，这种果汁类的饮品比那种勾兑的那种饮品可能会更加健康一点，喝起来也让自己心理上有一点会觉得自己喝到了一个健康饮品的感觉。第二个就是它的口感，就是它是那种酸酸甜甜的，它的酸其实会比甜多一点点，但我本人会觉得这个酸的很开胃。我每次只要就是想吃什么东西之前，我喝它一杯之后，我就觉得食欲大增，就是可以美美的享受一顿食物，活过来了。对，而且我觉得它营养应该是蛮丰富的，因为蓝莓里面有花青素嘛，我觉得对眼睛很好。对，不仅对眼睛好，而且可以抗氧化之类的，我觉得对整个的状态都很好，所以我会经常喝。而且我最喜欢的一个设计，就是因为它是这种旋钮式的开口，它不是那种吸管式插入的啊。吸管式插入的，你可能插开就是把就没法分。对，而且可能会有细菌暴露。它这个拧上之后，你放冰箱，你过一段时间还能再喝，我觉得很棒。不会是确实，很健康，很安全。想尝尝好，给你尝，现在这一瓶送给你尝。送给我吧，我蛮想尝的。OK。然后其实现在关于吃饭这件事情，还蛮能够代表每个人的特点的，就是它其实是一个价值观的体现。就是最近网上也有说，比如说类似于你刚刚说的，我对这个食物很了解，很懂行，不管是它的做法或者这就是懂行，它可以说是知识型的吃货。那如果说遇到一些，比如说我很在意它的美观，我很在意它的摆盘或者这样子，它可能就是审美型的吃货。对，那或者又遇到一些就是对价值观要求比较高一点的。其实有一些人他会关注这个餐厅的可持续发展，比如说他用的食物是不是来源于是不是可持续的，会不会使用一些高级的对。或者是有一些人他可能只是吃素，就是维持他自身的这个环保的理念，其实这样子也能代表一群人的这个价值观。对，这种算是有责任。对，他可以算是价值观吃货。还有一种，其实我能想到，其实是小庄刚刚提了，就是很多人会回忆小时候的味道，他会比较怀旧，他会向往童年时候吃到的那些美味的食物，家的味道。对，不仅在我们现实生活中当中有体现，可能一些影视作品当中也会依据这个灵感来创作。确实，就是他会对于怀旧的味道，比如说小时候吃的一些食物，或者就是刚刚他说的家的一些食物，会比较情感型吃货。对，我姥姥就特别喜欢吃那种菜豆腐，你们吃过吗？就是菜跟黄豆捣在一起的某种东西，就是其实不美味，但是因为他们那个年代就小的时候比较穷，然后家里就只能吃这些，就是不太昂贵的东西，就只能捡这些便宜的吃，然后导致他现在也特别喜欢吃。我觉得他更多的时候，他现在还吃。我觉得回忆一下，我感觉就是怀旧型的，就是可能比较怀念那个味道，即使它可能不那么美味。那如果我像是这种，就是我看，就我一定要找到一个非常热血的动画，我才肯吃，就吃这个
饭，那我是什么型吃货？挑剔型，你是可以不吃复杂型，爱吃不吃，不吃走型，找打型，对，找打型。我感觉其实食物很神奇。因为我记得我当时在还是有间了，就是过生日的时候，不是吃了我爸爸做的那个鸡翅吗？就是很神奇，可乐鸡翅，你吃那一口你就知道这是谁做的，它就是我感觉就很像气味和音乐一样，我觉得就是时光机，就是你听到某一段旋律或者你闻到某个气味，就是可以把你拉到你当时所处的那个环境里面去。对，我觉得还挺神奇的，跟食物的味道我觉得是一样的。记忆嗅觉，确实，有的时候对吃到什么样的食物，就会突然之间想到某一段时光，就好像我当时吃到我爸做的那个可乐鸡翅，不是可乐鸡翅，我爸做那个红烧鸡翅，我就是会想到我在家的时候。就是跟他们在一起的那些时候，然后想到我上学的时候，想到很多，我感觉而且你一吃你就知道是你爸爸做的，对，就是出自谁之手。所以我理解的就是食物它的味道不仅会牵连着我们的胃，还牵连着我们的心和记忆。是的，就是食物它本身就是一种生活方式吧，代表着它也体现着我们内心深处的情绪和价值。但是还是要希望大家能够注意身体的健康。对对对。那今天关于美食图鉴的这个话题就到此结束。好，那我们也再次感谢小牛和小壮的到来，谢谢。那走了，吃火锅去。我还没说完，还没说，结束语还没说呢，我这么着急吃火锅去了。最后欢迎各位朋友们在我们的优酷、抖音、B 站、小红书给我们多多留言自己喜欢吃的美食和内容。那我们本期的内容就到此结束了。我们每周5晚可以有直播和大家再见面。到此结束，拜拜，下次再见，拜拜。吃火锅去吧。走吧。